大家好，本期比特币视频来分享合约买点的知识，特别是进场前要考虑哪一些风险，以及中线和短线我们要怎么结合来操作。或者这几天比特币一会儿涨一会儿跌，那比特币还会继续大涨吗？我们手上多头的利润要不要继续拿住？几张图表知识分享给大家。如果你喜欢视频，帮我们点赞、订阅、加小铃铛，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Discord群，上面有程序交易买卖信号。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周线这一个牛熊线指标啊，因为我个人也是看得非常的重，特别是判断比特币它到底是熊市还是牛市，这个指标参考的值是非常的高。比如我们观察一下这两条线，一条是20的 MA， 还有一条是20的 EMA， 它如果是在向下的情况下，就说明比特币市场是在空头的熊市。那如果这两条线是在向上的结构下，就说明比特币当下的市场是在牛市。其实很简单的一个方法，如果我们是在空头的市场，我们要去猜比特币的底部，那我的观点，我们进场之前首先要考虑，如果要10倍的杠杆或者是重仓去压它的期货，我们首先在进场之前要考虑比特币会不会跌 10%。 所以熊市的市场，我的观点是找这种大长 K 棒，你要抄底的话就大胆的去猜这种大长 K 棒暴跌的低点，你可以分批去猜它的底部。我们可以看一下2018年的这根 K 线，它在周线里面是跌了超过 30%， 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020年3月份疫情爆发的这个位置，它是加上上影线跌幅超过 40%。 所以在熊市的市场，因为价格是在这两条线下方，那如果我们要找买点的位置做多，我的观点是就是观察这种大长 K 棒，如果有暴跌的低点，你可以分批去买入，或者是想办法不让它再跌个 10%， 有可能猜到低点，然后最终爆到顶部的位置，10倍的杠杆是相对比较合适。或者是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的底部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价格是在这两条线下方，或者是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2015年最终在160附近的底部，这根 K 线周线里面也是跌了 20%。 所以当时是没有起哄，但是我们从比特币历史的 K 线图表里面去观察，有一些低点的位置，就是在进场之前，我们首先要想办法买在更低的位置，前提是不让主力把我们买入的成本给它打穿，或者是把我们给爆仓。所以做多，我的观点是在进场之前，你首先要考虑有没有可能比特币会跌个 10%， 就算你开10倍的杠杆，不能让它爆仓。所以也是经常跟朋友们讲，孙子兵法有一句话，你一定要认真去意会啊，须知上战者，先为不可胜。就是你在市场里面交战，我们首先要考虑，如果你要做多，中线或者是短线你都要考虑中线有没有可能回撤 10% 的一个风险，或者是你做空，你要考虑如果是在牛市，比特币有没有可能上涨超过 10% 的一个风险。或者是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在 69K 一直跌到 25K， 我们观察一下它这中间有什么时候价格是有突破这两条牛熊线，后面是在底部的位置它跌不下去，然后比特币 15K 底部见底，当它这一根 K 线突破了比特币的牛熊线，就不能过于偏空，或者是还在看比特币的熊市。因为历史上的经验，这两条线只要突破，往往有可能比特币前面的这个区间就是很重要的底部，它早就已经脱离了比特币的熊市，有可能开始再走一个慢牛，甚至后面快牛或者是分牛的牛市。那我们从这比特币1年多的牛市，我们来回顾一下，有一些中线或者是短线你要进场做多，你应该要防什么？比如说比特币这两条线是在上涨的牛市，我们观察一下它上涨到一波高点的位置，或者是你要去追多，我们首先要考虑你在做多的情况下，中线它有没有可能回撤 10%， 像这种有没有 10%， 你自己去考虑啊。或者是后面比特币继续上涨，风险是涨出来，包括短线的风险也是涨出来的，
要反有没有可能回撤10%？所以现在比特币从这个低点到这个位置，涨幅空间也是接近1倍，空间涨幅相对不是绝对的高位，它是相对的高位。我们要考虑的一点就是它会不会回撤10%。所以我最近的观点就是跟大家讲，尽量观察它在这个位置是不是在震荡，或者是我们要反它会不会回撤这2条均线，或者我们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15年到2016年的牛市，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后面的牛市一路上有多少个100倍或者是50倍或者是10倍的买点相对比较适中，像这种位置压回牛熊线的支撑，进场之前考虑会不会再跌10%，怕跌10%你分批去买入，相信牛市在的情况下，像这种买点都是很爽的买点。所以进场之前，家人们首先一定要考虑的就是风险。我们在做多，你要考虑它如果跌10%，有没有可能把我们重仓的仓位全部给爆仓，那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能翻身。所以现在我的观点还是一样嘛，我们尽量观察，比特币毕竟涨了这么多，主力在这个位置有可能也是在休息。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，就是目前的区间，因为之前也是有判断，它是非常像比特币2020年12月份的这个位置，就是它涨了也是接近可能80%或者是1倍，然后前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箱体。不过我们重点关心一下，就是比特币2020年的12月份，当时在这个区间，如果要做短线买点的手法有哪些啊？就是它涨了这么多，如果你要做多，有这种大跌的位置，也要防比特币会不会又洗回来。所以我的观点是，短线在这种点位去进场，首先要考虑要不要设止损，还是说你要不要分批买入，有可能风险也是非常的大。当然还有一个点位，就是当它突破了这个位置，我的观点是，你如果真的没有仓位，像这种位置应该是继续做追加的动作。所以我们现在观察一下比特币目前的位置，就是这个区间啊，它跟2020年的12月份还是非常的像啊。就比如这个位置下跌，然后上去，目前是又压回来。因为我知道很多朋友是最近才进来，也是经常在问，那现在还能不能做多？如果短线你要在这个位置踩，也是跟大家讲有几个支撑位啊。其实这几根 K 线的低点，短线就观察这一个低点大约是在42K 附近不能再跌破，或者是还有一道防线，跟大家聊了有一段时间。你如果真的要在这个位置猜比特币会不会继续往上突破， 40.5K 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守位。当然还有一种买法，那就是你可以等啊，它如果突破了这个位置，那就说明主力在这个位置是在盘整或者是洗盘，突破的位置你追进去，或者是它突破如果不继续喷出去，还有一个买点的方法，你要观察它会不会压回到这个位置，然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买点。所以短线的手法也是非常的多，但是短线已经20天了，我就问一下，在这个位置会有大利润吗？而不是像这种的大利润啊。我们要赚的就是这种大利润。最后还是一样，可以订阅我们的 YouTube。